基本上我们能够做日本国家的生意，它是不能够有任何的一丁点的误差。在要求到完美的境界，你必须有很多手工搭配在里面。手工的价值在于用双手做出来的产品要比机器做得更精准、更漂亮。一瞬间，2024就来到了年尾，想感谢身旁的人一路相随，不如就来台南挑个好看又实用的帆布包送礼吧。今天我们将带你深入时下最潮的帆布包工厂挑礼物啦，让美好回忆 check in 你的脑海，跟着烟波 check in 台南。影片开始前，先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即享烟波专属优惠。今年圣诞节的交换礼物，你送了什么呢？有网友为了送礼苦恼，上网发文询问交换礼物的黑名单。最不受到欢迎的就是马克杯了。马克杯、相框、娃娃都荣登网友最不想收到的礼物排行榜。想给朋友一个惊喜，却又担心自己选的不够好吗？推荐你可以到台南去逛逛，一个超过30年却历久弥新、深受台湾宾士、星宇航空、Vogue 杂志等各国大企业指定的广富号，在传统的帆布袋工艺中加入现代潮流的元素，时下年轻人最爱的交换礼物首选。让我们一窥老板的成功秘辛。大家好，我是小博，我做纺织加工相关产业已经27年了。那我们是在台南生产的一条龙的工厂，专门在做包包的。早期我们其实没有品牌啦，早期都是以代工为主。我们后来才成立自己的品牌广富号，各种不同男女老少在用的袋子，或者是上班用的、休闲用的，或者是贴身的零钱包、化妆包、收纳袋这些东西。最近这几年，我们使用一个新的台湾做的相当环保材料，叫做 PP。我们用它来做帽子，或者这些围裙这一类的东西，它就是我们口罩的那个材料，相对的接近肌肤，触感是舒服，比较不容易过敏或痒。对。纯棉的帆布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已经历史很悠久了。为什么叫帆布？因为它是用来做战船的风帆，它其实是从那个时候战船退役之后，风帆拿来做袋子，然后慢慢延伸到现在。台湾早期都是做快速代工，所以它并没有严格或者是比较精致的工序，它主要就是快速便宜就好。那后来我们转型做自己的品牌之后，我们选择的工法是比较欧洲精品的工法，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它一个袋子的完成，它不是只有车缝这个动作，它有至少4成的工序是没有车缝，而是用双手。第一个步骤就是设计嘛，再来开发就是只讨论的部分，然后来我们会到打版、打样。那样本开始之后，我们才进行到生产。生产的第一个步骤就会有裁剪，然后来会手工、车缝、包边，再回到手工，再到塑形、包装、出货，12到16个动作。那中间一个袋子的工序都几百到几千道在做。你一个袋子要做到完美，只靠车缝这个动作是不够的。比如说我们的袋口，你要维持它的水平跟它垂直，其实它是需要先做一个烫折的动作，然后才有办法下去车缝。它并不是说你一个布拿起来哦，就要这样就下去车，这样会直，那是不可能会直的。因为我们的车缝被称为完美车缝，基本上我们能够做日本国家的生意，它是不能够有任何的一丁点的误差。在要求到完美的境界，你必须有很多手工搭配在里面，你才能够避开直接车缝，它可能容易歪啊，或者是误差变大的问题。手工的价值在于用双手做出来的产品要比机器做得更精准、更漂亮，而不是因为手工然后它做出来会变得不完美。我从以前在做包包的时候，我心里面都一直有一个目标，那就是那些欧洲的精品。那你想，那些欧洲的精品，他们维持100年以上的缝制工艺都是手工，因为包包它毕竟不是生活必需品，它不是说哦我肚子饿了要去吃。每个消费者从口袋要掏钱出来的时候，其实他会在意很多的事情。如果你今天全部都使用机器，那就是快时尚。对他来讲，他就是只有现在流不流行，他根本不在乎这个袋子的价值在哪里。当消费者看到这些袋子的时候，他可以感到手工的温度。早期这个做法其实比较少人接受，因为客人大部分还是选择价格。但现在因为大家对于这个产品的品质啊各个方面的要求比较高的时候，那就会有比较多更大的品牌，他会选择我们。例如我们现在手上有帮德国的宾士汽车做他们
的包包是它在它的精品馆里面贩售的商品，它一个后背包可能要卖到5、6千块的，我们也算是它台湾唯一指定的工厂。目前日本航空也是我们做的，那是日本最大的航空公司国营的。我会说日本不止毛很多，日本其实严格说起来算非常刁钻，他们的每一个针具就是你一针它是有规定的，你要多大多小，你不能超过多少，它是每一个地方都有规矩。以海外企业，这些都是因为我们的技术而选择我们的客户。台湾有经过日治时代，做帆布包的基本技术与工艺都是日本人那时候教的。日本人教这些东西是因为庶民的生活。那台南这几间老店就是一样的，他们就是做国中书包，或者是做庶民生活的工具包，比如说载牛奶的啦、放报纸的啦，他们讲求的是耐用。那台南算是台湾最早建成的地方，所以这些种种的原因造就了台南的帆布包的历史演进。虽然现在国中生很多已经不背那么传统的袋子了，但这个记忆对很多人来说是存在心里面都没有变的。广富应该算是客人来台南必逛的店之一。这个图案它是一个台湾的插画家叫马克，之前有合作过的产品啦。你看我们里面有很多的袋子，上面都有一些艺人、明星、演员的签名。其实我们也帮电影公司做道具啊，跟各种不同的，比如说插画家、饭店啊、汽车业啊，都是不同的业种去做合作。如果你想要挑比较特别的，我会很推荐我们的动物系列。在全球这市面上以这样子的方法在呈现动物包的品牌几乎是没有的，因为它并不是用印的，它也不是用刺绣的，基本上它就是活生生的把平面的东西变成立体。我们的师傅要有所谓的立裁的概念，立裁大部分用在婚纱礼服。那它有立裁的概念才有办法做出这样的东西，这会是我们广富号相当经典的一个系列产品。我们一直能够去坚持走这样子跟别人不一样的工法，做不一样的产品，是因为我们唯有走不一样的路，你才能够走得远，走得久。台南其实是一个庙宇很多的城市，大大小小庙宇大概有2000多家，非常多的庙宇的开基庙都是从台南开始。推荐大家，不管宗教信仰怎么样，就把它当成是一个古迹，因为我们中西区这个地方有很多庙都是超过100年以上的古迹，建筑的细致度真的是超乎想象的精美，然后它上面那个龙啊、凤啊那些都很值得去看。这附近大概有2个庙，我觉得是我很常去的，一个就是武庙，拜关公的嘛，就把它当成是跟一个长辈聊天，我会去告诉他我碰到的事情，然后希望他可以帮忙我。那人很奇怪哦，当你有这些宗教信仰、有这些信念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事情好像也没那么难解决。那另外一个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拜妈祖的天后宫，那我们也跟天后宫有合作很多不同的产品，像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是我们跟天后宫还有台南市合作的台南400的产品，这个图是一个插画家画的，然后这就是大天后宫的建筑，所以我还蛮推荐大家可以到这2间庙去走走。台南应该算是台湾的美食之都，而且台南是盐啊跟糖种植的地方，所以台南人我觉得还蛮重视吃的。如果大家来到台南啊，然后想要吃一点好吃的、不一样的，我就带大家一起去吃。我平常生活其实除了工作之外，就是爱吃东西，爱吃到为了要满足我的口腹之欲，我自己开了一间鳗鱼料理的店。大家来到我们店里面呢，我就最推荐我们的招牌就是这一个酱烤鳗鱼。那另外可以加点就是鸡翅还有玉子烧的部分。那很多人都会说选择鳗鱼做料理是一个最愚蠢的事情。事实上我做了之后，我才觉得真的很愚蠢，因为它相当的费工。处理鳗鱼的过程大概跟你在做一个帆布包是一样的。
都有10几道的工序要来做。但是经过这10几道的工序，这个鳗鱼就是超级好吃。大部分吃鳗鱼都会觉得有刺，但我们为了让它口感好一点，我们把刺拔掉，全程都是手工去处理。那很多人烤鳗鱼，他可能就不会用木炭因为木炭生火很麻烦他可能不会用自己熬煮的酱汁，因为酱汁熬煮要好久好久。我们的酱汁是我们自己熬煮的，那里面有几个水果的甜味，2、3种不同的甜味去混合而成，所以它这个酱汁比较不会死咸，也不会死甜，口感算是比较丰富的。那我们走的是关东流派，鳗鱼要先蒸后烤，然后是用一层一层一层刷上去的方式。鳗鱼本身富含许多的油脂跟胶原蛋白，它其实会在我们反复涂它的过程里面，那些汁会再跑回去酱汁里面，所以其实我们那个酱汁你就可以有一种老卤的概念的，因为是我们的酱汁在混合鳗鱼本身的油脂，它会比较像你在做千层蛋糕的感觉，它其实是堆叠进去的，会让它渗到肉里面。像我们的鸡翅是选用台湾的温体鸡，然后它是先卤过再下去烤。玉子烧的部分里面，我们自己烤的这个鳗鱼，然后切成丁，有鳗鱼在玉子烧里面。这间店我算是已经从小吃到大吧。我其实是一个很喜欢吃皮包肉的人，就是像锅贴啊、包子啊、饺子、小笼包这种东西，我觉得它的皮很薄，然后它里面的肉很有味道，你不用沾很多的调味料，而且它刚煎起来其实皮很脆。那每次我有外国的朋友或者外县市的朋友来，我都会带他们来这里吃。我觉得这台南最好吃的锅贴，非常好吃。它的锅贴每天都是新鲜手工现包的，你要去买的时候，你就看到会有一个阿姨就坐在门口一直包一直包。她每天的工作就是包8个小时的锅贴，现包现煎，然后它会煎到底部有点恰恰。那现煎起来之后，你要淋上它的特制的一个酱汁。你看大家都会把酱汁泡很多，可是我会说不要泡那么多，一点点去提它的味道就好，因为它本身就有味道。然后这种酱汁就是比较台南人的口味，它其实会甜甜的。前2天我澳洲的客人来，然后他就说我吃3颗，那吃了3颗之后，他就问我说我可以再点10颗吗？他们大概都10点左右就打烊了，所以我曾经有一段时间为了来吃它，我每天早上开车开超快，很容易碰到它就卖完了。这家店其实严格说起来应该有50、60年的历史哦。你知道现在这种黑白切香肠熟肉，你要找到每个东西都自己去处理、自己去做的，真的很少。这个东西叫蟹丸，台语叫金丸，可它跟螃蟹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以前的人吃不起螃蟹，所以他们就用蛋黄去做蟹膏的颜色，然后里面会有那个杯吉，然后吃起来脆脆的。其他有在做类似的东西的都是不好吃，要么粉调的太多，不然就是很硬。然后这个香肠那也是自己灌的，然后肥瘦的比例刚刚好，然后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卤味，卤猪头皮、卤猪舌。我会点这样子的东西，因为这全都是他自己每天老板亲自早上凌晨4、5点就做了，因为也都是手工限量的啦。有时候假日可能大概5、6点就没了。那蘸酱的部分呢，它就是提供传统台南口味的酱油膏，加一点香油、一点蒜蓉，我觉得搭配起来其实是相当棒的。它旁边刚好紧邻了一间牛肉汤，大家都会说每个台南人都有一个牛肉汤的口袋名单，因为我自己也会料理，所以我推荐的牛肉汤，它的汤一定要让我亲眼看得到它是怎么熬煮那个汤头的。那这一间我特别推荐，是因为它会把牛舌、牛杂、牛腩这些东西在这个汤里面当它的汤底下去熬煮，在煮了4、5个小时之后，当这些牛舌啊、牛腩熟成了以后，这个汤也可以喝了。但是它不算是浓郁版本的，它非常的清甜。早一点去，你就可以吃它的综合汤，就是牛舌、牛腩、牛肚这一类，然后再加一点肉。不一定会推荐要喝油花很多的，因为台南的牛本来就油脂不多。那重点是它用冲烫的，其实都很软，很好吃。
我会推荐到那个友爱市场里面去吃一个叫友爱早餐的，因为我自己会做菜，我就会很在意这个早餐店提供的那一块肉跟那个面包皮是怎么来的，这个都是老板自己做的，所以它就不会是你在外面吃到食品厂的味道。虽然小小的，但是里面就真材实料。现在外面很多店的吐司，它都会有一个共同的那种香精味道，吃起来就很像连锁早餐店的味道，我不喜欢那个味道。它面包皮是他的邻居，他们是开那种很古老的那种面包店，然后他就跟他邻居订。如果是从小吃，你就可以知道说，那就是一个真实的面包的味道。我都喜欢吃它软软的，你看它会端一端一端，所以我的吐司不烤，然后去边。下次可以试试看这个吃法。有来台南玩的话，都可以到广富号来购买你需要的伴手礼，不论你是自己用的，或者是逢年过节、朋友家人的生日，其实都很适合，一定都能够在这里挑到一个你想要的蛋糕。然后来到广富号，因为我们的位置刚好在中间，我所介绍的那些美食景点，其实刚好绕一圈你都能够逛完。影片最后呢，大家如果喜欢的话，都可以订阅烟波的 YouTube 频道，然后继续追踪他们每一集推荐的美食跟好玩好吃的地方。烟波 Check In 台南，吃喝玩乐一把抓。订阅我们，带你认识更多台湾在地好滋味。我们下支影片见啦！这次马来西亚那个主厨的那个挂包，我觉得还蛮酷的，那个味道就跟我在新加坡吃过的味道是很像。南洋风味它里面大概都会用一些海鲜或者是什么虾酱这一类的东西，然后它会去调成一个浓浓的酱。挂包小小的皮薄薄的，然后加一点香菜，我觉得这个味道在台湾是很少见的。我觉得要自己来吃吃看，更能够去感受那个南洋的那个风情。我身为台南在地人，烟波这个饭店在台南一个很漂亮的位置，然后来这里一定要住宿跟吃它的早餐，然后吃一下今天我说的这一道马来西亚米其林主厨推荐的这个料理。